的时候是想，为什么只有年轻人找工作的平台，却没有中高龄找工作的平台？延后退休年龄是一种趋势，日本、新加坡在这上面已经做了很多，还有工作限定只请中高龄来做。欧美国家的社会也是比较重视中高龄的劳动力。台湾的话，劳动部有中高龄就业服务处，每年都举办中高龄就业博览会。104人力银行去年也开始了104高年级。我们访问到的其中一个人是她在53岁的时候，她和她丈夫同时被工厂资遣。他们在工厂已经做了几十年了，那时候小孩还在念书，母亲70多岁，经济压力非常的大，辗转打了很多工，除了朋友介绍，大部分都是看报纸，找一些苦工，像是管家、清洁、餐饮这些非常辛苦、非常劳累的工作，他们都做过。我们到就业博览会、就业服务处，到街上访问，想了解到底为什么中高龄者找不到工作。他们的身体都还很硬朗、很聪明，为什么找不到工作？我们发现，台湾社会对于中高龄再就业本身就抱持着不友善的态度，雇主一看到年龄就刷掉了，更别说是录用，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。人说30岁以后找工作靠人脉，幸运的可以翻身，但很多人就很难再爬起来了。我们聚焦到最核心的问题是，中高龄求职者明明还有工作能力，却没有机会向雇主证明自己。我们观察了许多适合这个阶段的求职者的工作，大部分都是像低经验、低学习成本的工作，而且体力负担不会太大的，像是门市店员类，因为社会地位较低，较没有前景，永远是3大缺人的职业。随便一条街走一走，总是有几十家店在征人的。但我们在访问的过程中注意到，他们就算缺人，还是不想雇佣中高龄求职者，因为他们觉得中高龄求职者的学习力比较差，比较难沟通，动作又慢。我们收集了他们工作的要求，还有其中对于中高龄者较高挑战的项目，将其中可以画成题目的，变成了我们牛爸爸的职能检测，而像是谈吐、个性、表达能力，则化为了我们牛爸爸的影片履历。设计给中高龄的 App 跟给年轻人的是非常不同的，在习惯上、认知上都有许多差异。我们拿 Prototype 去给长辈测验，不断的实验又修正，慢慢的朝向让我们的用户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，也可以流畅的操作我们的 App。我们多次拿我们的成果去访问门市的老板，一开始没有那么顺利，做到最后1-2个月的时候，总算在功能上、界面上都获得了肯定。有一个老板的转变最大，在前期访问的时候，他说他绝对不会用50岁以上的员工，非常的抗拒，都会请到很难教的人，倚老卖老，很难管。但在之后后续的访谈中，他看了我们的影片履历，他就觉得，这好像还可以，他可以让这个中高龄者来试试看。当下我们听到其实是很振奋的。设计就是去观察、去了解那个问题，然后大胆的假设，再小心的验证、修正，这样不断重复的过程中，慢慢的去靠近真实最适合的那个解法。再来，我的子女哦，再来。